学们，大家好，欢迎观看感性工学分析教学影片。在这堂课当中，分为4个章节。第一个章节，什么是感性工学？第二章节，感性工学的方法。第3章节为实际应用与操作。第4章节，实际应用与操作跟结论。在这堂课当中，可以学到感性工学的观念和应用在环境、产品和讯息传递上，并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以及帮助。希望你们会喜欢。各位同学，大家好。在第一部分是一般设计介绍。在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时代，制造商都以自己的设计策略来开发和生产产品。无论个人的喜好如何，消费者只能选择购买或不购买它们。因为当时产品淘汰的策略是由制造商自己的设计策略来进行生产与淘汰，不管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如何。随着时代的改变，产品的选项渐渐变多，消费者开始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产品。渐渐的，从工业时代的产品制造概念，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品开发概念。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品开发概念，意味着制造商需基于消费者的愿望和偏好来生产产品。如今，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需求和偏好方面都很严格的，制造商应该改变他们的生产策略和对消费者的态度。但是要真正了解消费者的渴望及偏好是很困难的，尤其是一些功能产品的造型，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态度。因此，如何从他们的心理需求来设计产品，对现在设计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使用者在购买产品或是叙述产品的时候，喜欢使用图画、文字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因此，设计师们开始使用质性的分析方法，去找出使用者偏好的产品造型，然后制作意象地图、生活风格分析、情绪分析或主题板等方式，来试着领会这样的感觉来设计产品。而为了新的产品设计，发展到现今的就是以使用者导向科技的感性工学。接着就是来告诉大家什么是感性工学，以及它对工业设计的影响。长町三生将感性工学定义为将产品的消费者感受技术转化为设计元素。举个小例子，当消费者想要购买东西时，他会在他的脑海中拥有一种感觉和形象，也就是日语中的 kensei 的意思。如果消费者的感觉可以在新产品中实现，他会对产品更满意。感性工学旨在将感性翻译成产品设计领域的设计元素，包括产品机械功能。所以感性工学也称为面向消费者的技术。起源：马自达跑车成功案例，各国渐渐重视，加上现今采用感性工学之公司。感性工学，我们就以马自达的成功来介绍感性工学。1986年，当时马自达社长山本健一在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演讲中，车的文化论首次使用感性工学
并与禅丁三生合作实践这套理论。首先，马自达使用一种类别分类方法来开发这款跑车米亚塔。他对顾客驾驶的行为开始调查，特别是针对年轻驾驶的操纵和态度。因为马自达决定以年轻人为目标族群，开发一款车款，并对生活方式以及重视顾客行为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他们逐一在卡片上写下关键词，并在起始点找到新产品的零级概念。产品开发从零级概念开始，见图一。这个概念被细分为次概念，在第二阶段更精细、更容易了解。他们不断地将概念分解为子概念，并在某个时间达到适合子概念的实验物理特征。这给出了一组粗略的子概念特征，然后再进行人体工学实验，以解决有关产品设计的更详细规范。一辆全新跑车米亚塔在开发实施感性工学，以人机一体的零级别类别。人机一体这个概念意味着驾驶员在驾驶时感觉自己与汽车之间合而为一。驾驶员感受他的身体可能与汽车结合，并且可以自由地控制机器。人机一体的感性工学只是新车的概念，并没有说明汽车设计细节，如发动机特性、汽车尺寸等。在感性工学类型一中，零级概念应该被分解为明确有意义的子概念，以获得设计细节。团队的成员开始将零级概念分类为子概念，即第一、第二和第 N 个子概念，直到他们获得汽车设计规范。类型一的过程如图所示。关于米亚塔零感性工学等级，在第一级被分为4个子概念：紧密结合的感觉、直接感觉、快速感觉和沟通。紧密结合感觉意味着紧密贴合机器和不大也不小。根据这个子概念，车队决定车长约4米。在讨论底盘长度后，它变成了 3.98 米。当他们在车内安装4张座位时，消费者的感觉是狭窄的。这个和子概念紧密结合的感觉是不匹配的。因此，该团队设计决定做双人座的跑车。这解释了如何将感性工学类型一的子概念转移到设计细节的过程。如图所示，说明了关于子概念紧密结合的感觉之设计流程。如果团队无法获得设计细节，则应该继续分类到第2级、第3级，一直到第 N 级。应用感性工学的类别分类法，让该团队创造了大量新专利，并成功开发了米亚塔这款新型跑车，而且在美国和日本畅销。因为马自达的成功，因而开启了感性工学实施与产品设计的开端。大量公司引进了这套系统，例如汽车行业三菱、马自达、丰田、本田、福特等；建筑机械行业如小松；电气行业如夏普、三洋、松下；办公机械行业如 Canon、
富士胶片，房屋建筑行业如松下电工 YKK 设计，服装业如华歌尔，化妆品行业如资生堂，其他行业如 KDS 跟 Pilot。总结以上的介绍及学习吧。以前消费者只能被动的选择，但从时代背景的演变发现，产品趋向多样化，且消费者选择产品的行为渐渐多以心灵上的需求及他们的审美观念为主。因此，设计师、制造商开始改变生产策略，透过感性工学的技术，把消费者抽象的感受转换成具体的数据，再从细节设计产品，进而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而感性工学在马自达的成功案例，让设计师们看到未来。这种消费者导向的方法正式推广起来，许多大厂公司纷纷把感性工学的程序加入到设计策略，更有效地理解目标消费者心理层面的需求和偏好。下一堂课我们要介绍感性工学的方法，这可以让大家更熟悉每种工具的使用方式，并在之后实际应用时可以快速上手。谢谢各位的聆听，下堂课见。